嗨，大家好，我是 Parker。那上次我們講了《人性的迷霧》這本書之後呢，很多同學要求返場，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安排啦。《人性的迷霧》呢，它的作者叫做韓冰，他是一位律師。這本書裡面記錄了10幾個韓律師在他職業過程當中遇到的各式各樣的案件，都是小人物的故事，但是非常好看。那今天我們要講的這個故事呢，在裡面叫做故意殺人案，講的是一個母親親手殺死了她的2個孩子的故事，非常的讓人唏噓。好，我們話不多說，現在開始講故事。很多年前的一個夏天呢，韓律師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接到法律援助中心打來的電話，說需要援助律師的介入。那麼韓律師當時正好手頭有空，所以就接下了這個案件。我們的犯罪嫌疑人啊，也就是這個故事的女主啊，名字叫做胡玲。書裡寫胡玲30歲，來自南方某省。午夜，公安機關的起訴意見書指控他以溺死的方式親手害死了自己的1兒1女，其中女受害人時年3歲，男受害人時年1歲。就是這個胡玲啊，殺了自己的兒子和女兒，女兒呢就3歲，兒子只有1歲。那麼我就是韓律，因為這本書是第一人稱寫的。那我在收到這個案件之後呢，就第一時間去查看了這個卷宗。書裡就寫，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從這些案卷中挑毛病、找漏洞，想辦法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為胡玲爭取最輕的懲罰。說人話就是幫他保命。大家知道的，故意殺人案情節特別嚴重的情況下是會被判死刑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胡玲的命就在韓律的手上，就是努力為他保命，也就成了韓律心中的目標。那說到這裡，可能有的人就無法理解，說他一個殺死親生兒女的人，你為什麼要去為他辯解？那書裡是這樣講的，我不願意用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論去說服別人或自己，我的工作有多麼神聖或者有多麼有價值。我只知道，如果法律允許他活着，那任何人都沒有資格要求他去死，這就是法律存在的意義。所以呢，辦妥一切手續之後，韓律就趕到了看守所，想要去見胡玲。他心中有2個問題，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胡玲所殺害的這對兒女真的是他親生的嗎？那麼根據卷宗裡面所提供的 DNA 比對，犯罪嫌疑人胡玲的 DNA 和被害人的 DNA 就是匹配的，被害的一对兒女的確就是胡玲的親生兒女。那麼第2個問題來了，他為什麼要殺了自己的親生兒女？不是說虎毒不食子嗎？韓律開始一遍又一遍的翻看整個卷宗，想要查清楚裡面真正的原因。那麼胡玲呢，她是2婚，就是在她結這個婚之前，她已經有過1次其他的婚姻。她現在的這個老公呢，名字叫做胡有才，比胡玲大15歲。那麼2個人幾年前組建了家庭啊，領證然後結婚。在懷上胡有才的第1個孩子之後呢，胡玲就來到了 A 市，跟胡有才的大哥和大嫂住在一起，生娃養娃之後呢，又有了老二，又生娃養娃。那胡有才呢，就是她老公常年是在外地的，所以2個人呢就是聚少離多，很長時間呢都是分居不在一起的，就是靠打電話維繫一下感情。但大部分時候呢，打電話也是在吵架。那胡玲呢，她沒有工作，也沒有固定收入，日常帶孩子的生活呢，生活費全都是在外地打工的胡有才打給她的。但是呢，胡有才的錢也不多，所以胡玲收到的錢也很少，生活呢就是非常的拮据。還好就是有大哥大嫂的幫忙，所以他們勉强的就是可以維持這個生活下去。但是这個日子說白了過得還是非常的不舒心。書裡這樣寫道，胡玲沒有工作，沒有固定收入，日常帶孩子的生活花銷主要靠胡有才供養，但胡有才掙錢也不多，所以能給胡玲的也很少。胡玲一個人帶2娃生活比較艱難，好在有大哥大嫂幫襯，日子也算過得下去。案發前1天，胡玲跟胡有才通過電話大吵一架。案發當天，胡玲一早就牽着3歲的大女兒，背着1歲的小兒子出去散步。路上，女兒吵着口渴，胡玲還買了一個西瓜，帶着孩子走到江邊，吹吹風，發發呆，吃吃西瓜。吃到一半，胡玲把西瓜放到一邊，她先把女兒抱起來，頭浸在江裡，直到女兒窒息溺死，停止掙扎，接着又以同樣的方式溺死了兒子。做完這些事後，胡玲坐在江邊，把沒吃完的西瓜吃完，又發了一會兒呆，然後把2個小孩子的遺體抱到江邊綠化景觀帶跑，埋在土裡，並在上面蓋了一些垃圾和別人丟棄的衣服。做完這些事後，太陽已經下山，他歇了歇，回家了。大哥大嫂看到他孤身一人回來，
便追問孩子下落，胡林避而不談。尋覓無果後，大哥大嫂報警，警方立案偵查，並對胡林採取強制措施，此案案發。那以上這一些都是韓律師從胡林的卷宗裡面扒出來的信息，而這些筆錄啊什麼的都是在胡林清醒的時候所做出的。為什麼說是清醒的情況下呢？難道說是他有不清醒的時候嗎？他有不清醒的時候，而且呢是不止一次。就是在韓律去會見這個胡林的時候呢，他的理解能力和反應能力就是跟常人呢不太一樣，總是慢一拍或者是很遲鈍的感覺。所以韓律說，我無法判定他是一個正常人。換句話說，我懷疑他的精神方面可能是存在問題。那事實上，懷疑這個的也不止韓律師一個人，承辦這個案件的民警和檢察官同樣有這個懷疑。因為正常邏輯來說，大家都應該很難相信說一個母親會好好的去殺死自己的親生孩子，而且是一兒一女。但是呢，在这個案子的初期的時候，公安機關就對胡林做過一次精神檢測，答案結果說他是一個正常人，就是他完全有能力承擔自己的刑事責任。那這就很奇怪了，想到問題，那就要去查漏洞。那麼韓律再去翻看所有的東西之後，發現還真找到了漏洞。韓律發現法醫在對胡林進行相關測試的時候，因為胡林不配合或者溝通存在障礙，沒有將測試程序進行到底，缺失了部分重要的測試環節。而法醫在此情況下竟然還做出了胡林智力正常，具備完全刑事能力的結論，所以我對這個意見是無法接受，這實在是太不嚴謹了。那麼因為這是幫胡林保命的一個關鍵的點，所以呢，韓律就提出了異議，就是跟檢察院去說了嘛。那麼這一次檢察官呢還是非常負責的，於是大家就決定重新給他做一次鑑定。那麼果不其然，在1個月之後，新的鑑定出來之後，證明了那胡林他的智力是低下的。雖然說不能以胡林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為由送他去強制醫療，但是有了智力低下這個結果，主觀惡性層面就有了可以辯駁的理由，他保命的概率就大了一些。那麼說到這裡，大家可能會關心的一個原因就是他為什麼要殺自己的小孩呢？說起來，這個原因可能讓所有人都覺得離譜。據胡林在清醒的時候供述呢，就是她跟她現在這個丈夫的感情實在是很不好，就是兩個人打電話就是吵架，一直吵，反正就是吵得她心煩意亂。而且她一個人在這個地方撫養2個孩子，實在是太辛苦了，生活很苦。那孩子一直生病，又一直咳嗽，她不知道該怎麼治，去哪裡治也沒有錢去治，每天呢就拖着孩子去診室，就打吊瓶，他還覺得很累。那身心俱疲之下呢，他就不想再待在他原來的這個城市，他就想要離婚回老家。但是離婚回老家之前，他覺得應該把2個孩子處理掉。對，處理掉。他的思維就是這麼想的。那民警就問他，那你為什麼不乾脆把2個孩子托付給大哥大嫂呢？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胡林就沉默，低下頭，他也不說話。對，我們普通人可能就是沒有辦法理解他的腦回路哦，因為他智力低下嘛，所以他可能構思事情的方式跟我們正常人是不太一樣的。那在處理這個案件的時候呢，韓律師在書裡就寫到說，他不得不想到曾經一樁非常同樣很轟動的一個殺死自己親生孩子的案件。這個案件就是2005年那起震驚全國的溺嬰案。這個溺嬰案呢，和胡林這個案件在作案手法、動機啊都有高度重合的點。那可能很多同學不知道這個案到底是怎麼回事哦。書裡是這樣寫的：2005年，31歲的周某某和其丈夫共同撫養着3個孩子，其中最大的女兒4歲，最小的女兒事發時還未滿9個月。家裡的日常開銷都靠丈夫打建築散工所賺得的微薄工資，月收入僅1000多元，生活艱苦。2005年7月，周某某的小女兒感冒發燒，久治不愈。周某某一方面心疼孩子受苦，另一方面又焦慮於家庭開支，醫藥費讓這個本就艱難度日的家庭雪上加霜。7月20日晚，周某某將女兒遺棄於家門口的河道裡。2005年12月7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這起案件進行了審理。庭審結束後，周某某的丈夫含淚表示原諒她，兩人在法庭上相擁而泣。這一幕讓公訴人都淚灑法庭。一審出庭支持公訴的檢察官從案件中感受到了周某某身上背負的沉重壓力、孤獨、壓抑、鬱悶、辛勞。在庭審時，檢察官在公訴詞中
流露出了對周某某家庭不幸的同情，並當庭向法官請求輕判周某某。鑑於周某某殺害親生女兒的行為已獲得丈夫的諒解，因此法院決定對其酌情減輕處罰。據此，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周某某有期徒刑11年。那麼这個案子宣判之後呢，周某某的丈夫覺得判得太重了，周某某呢就重新上訴，最終二審的法官將刑期判為6年，理由就是周某某的犯罪情節較輕，根据本案的具體情況，就从轻可以處罰。那麼正在20年後的今天，我們現在知道，當時周某某他之所以可以判得這麼輕，就是與當時的各種因素有關。在一般的非輿論案件裡面，想要獲得破格的案件結果，其實沒有這麼容易。但是想到這個案件，就是胡林的這個案件，跟當時20年前周某某那個案件有很多異曲同工之處，也是相似的，來自母親單方面養孩子的壓力啦、家境啊、經濟情況啊、生活迫啊等等，所以他呢就覺得有可能可以從中幫胡林去爭取一些東西，所以他在辯護詞當中也提到了當年周某某這個案件，懇請法官可以考慮到胡林他去養2個孩子的生活壓力，以及他以他這個低下的智力來承受的生活上的各種負擔，並且呢，與此同時呢，胡林的老公就是胡有才也出具了諒解書，他願意諒解自己的老婆，所以後來呢，判下來的結果就是胡林被以故意犯罪殺人判處无期徒刑，命呢是保住了，就沒有讓他判死刑了。韩律也算是有了一個有效辯護的結果吧。後來呢，他就開始整理材料啦、收尾啦，他覺得這起案件應該從此就跟他沒有關係了吧。但是反轉來了，到這裡還沒結束啊！在最後整理案子尾聲的這個過程當中啊，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縈繞在韓律師的心頭，我腦海裡總是會回想起這個案件，想起胡林的供述，想起案件裡的種種細節，我總是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起這個案件的各種細枝末節。突然有一天，我像是被閃電擊中了一樣，腦海裡的一些東西突然匹配上了，我感到毛骨悚然。韓律師想到的是什麼呢？就剛才我們說過，大家還記得嗎？胡林她是2婚，就是她在嫁給現在這個老公胡有才之前呢，她以前也結過一次婚，在上一段婚姻裡面，她和前夫也生了2個孩子，2個都是女兒，大女兒當時4歲，小女兒當時2個月。在那個節骨眼上，胡林提出了離婚，所以後來結果就是大女兒被判給了前夫，小女兒跟着胡林走。那麼時過境遷啊，現在跟着前夫的大女兒已經9歲了，但是小女兒不見蹤影。韓律師去翻看這個卷宗啊，才發現在筆錄裡面，胡林提到這個小女兒在不到半歲的時候就病逝了，自己隨便找了個地方就把她埋了，然後才嫁給了胡有才。大家細品，我們在前面提到過，胡林他殺死這一兒一女的動機啊，就是他覺得生活太累了，他受不了了，小孩總是生病，然後他呢不知道去哪兒看，就覺得生活壓力又大又窮，他想離婚，想回老家了。那麼離婚之前他得把小孩處理掉，所以他殺了一兒一女，這是他的思維邏輯。因為他智力低下嘛，所以他思考問題的方法肯定跟我們正常人不太一樣嘛。我們覺得有很多解決的方式，但他去選了一個把人給殺了。那想到这裡，大家是不是有種開始冒冷汗的感覺？那聰明的觀眾應該已經猜到了什麼呢？就是我不得不大膽設想，會不會有這樣一種可能，在胡林的思維邏輯裡，離婚就是要把小孩給處理掉，不然帶着孩子會很麻煩，小孩子會生病，會影響自己跟下個人結婚，所以離婚意味着一定要把孩子處理掉。所以我們不得不提一個問題，就是胡林跟前夫所生的這個小女兒，撫養權歸他的這個小女孩，後來到底是怎麼死呢？在他的供詞裡，他說是病逝的，他找了個地方隨便埋了。那有沒有一種可能，他也是被胡林以這種方式給處理掉，徹底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了呢？而胡林所生下的這4個孩子裡面，唯一一個幸存者，就是當時跟前夫走了的那個大女兒。這個大女兒僥倖跟着爸爸生活，所以才免遭一劫呢？這個問題我們時至今日已經沒有答案了，因為時間過去了太久，所有證據都已經消失了，重新偵查的可能性呢也為零。只是韓律師在故事最後寫出了他的這個顧慮啊，讓我看了就是汗毛一豎。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呼應這本書的名字，叫做《人性的迷霧》。就是他在經歷這麼多案件裡面啊，看到的很多人性真的是迷霧了。
大家應該有經歷過大霧吧？在霧裡走的時候，你真的是看不清楚，哪怕你知道前面模模糊糊，但是你就是看不清楚那是個什麼東西。我們在這些案件裡面看到各式各樣的嫌疑人，我們也跟着韓律的視角去經歷了這些案件，但是我們到底有沒有撥開到真相呢？其實我們不一定知道，因為這些真實的案件呢，它呢跟推理小說不一樣，不像推理小說，你翻到最後一頁，作者會給你個交代，凶手到底是誰，他的殺人方法到底是什麼，解開這個謎題的策略到底是什麼，會有一個1、2、3、4交代。但是在很多現實社會的案件裡面，我們其實是並不知道的，我們始終是在一個人性的迷霧裡的行走。胡林他到底有沒有殺害掉他曾經前夫生的那個小女兒呢？我們都不知道。所以看到这裡啊，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唏噓。再让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想也许很多人读完这个故事会把悲剧歸咎於胡林的智力障礙，但其實我們撥開表象就會發現，智力缺陷它其實只是這個案件裡放大風險的一種催化劑，真正將它推向深淵的是沒有收入、沒有依靠、沒有選擇這樣一個生存絕境。當一個女人她被完全捆綁在全職媽媽這個身份裡，所有的生活來源都只能依賴於那個常年缺失的丈夫的時候，她的世界就只能剩下孩子的啼哭和家務的瑣碎了。帶孩子其實非常累的，孩子生病的時候就更是折磨，所以孩子生病成了壓垮胡林的最後一根稻草，因為他看不到解決問題的途徑，沒有錢帶娃看病，也沒有辦法獨立支撐，所以想到了逃避。所以我覺得這是整個案件給我們最戳心的一個警示，就是女性結婚之後絕對不可以放棄經濟收入，不是說為了賺多少錢，而是為了保留這個選擇的權利。我覺得經濟獨立它從來不是一種女性口號，而是生存底線。胡林的悲劇在於他把自己的人生完全寄生在了婚姻裡面，當婚姻變成一個冰冷的空殼的時候，他既沒有能力抽離剝離這種感覺，他也沒有勇氣去承擔後果，只能用這種極端的方式來實現一種所謂的破局。他覺得殺了孩子就能離婚，然後就能逃去其他城市，然後進入下一段婚姻，繼承下一個老公。其實現實中有很多女性跟她有相似的困境，只是說很多人她沒有智力低下，也沒有走到極端，但是這種情況是很多的。比如說為了孩子忍受冷漠的婚姻，比如說為了孩子放棄穩定職業發展，等到想逃離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早就已經失去了獨立生存的底氣。而且我們總是說媽媽要為孩子負責，卻很少問誰來為媽媽負責。胡林的丈夫他用掙錢養家這個理由，他完全缺席了育兒。但其實我覺得所謂的養家糊口，你養家不僅僅只是說你給錢就好了，你還要分擔責任的。所以我覺得對於女性而言，從這個案件裡學到的不單單只是說要賺錢這麼簡單，而是要一個清醒的自我認知。就首先你要知道婚姻它是夥伴關係，它不是寄生關係。就不管你的老公、你的丈夫多會賺錢，你都要保留自己的職業賽道，哪怕是兼職或者是技能儲備，都能成為危機時來臨的救命稻草。其次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在這個婚姻關係裡面不要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島，就是你要和親朋好友保持連結，在必要的時候你要尋求社會的幫助，而不是像胡林那樣把所有的壓力獨自扛下，扛到不行了，結果選了一種極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不知道大家聽完這個故事感覺怎麼樣哦？這本書裡還有很多其他的案件，很短很小，但是因為它不是那種驚濤駭浪的小說式情節，而是我們普通人的小故事，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類型的話，可以告訴我，我們可以多多返場。如果想聽其他的故事，也歡迎告訴我。好啦，那這就是今天的視頻啦，我是 Parker，我們下個故事裡的精彩世界再見吧，拜拜。